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元，今天来推荐一款我最近玩了一段时间的游戏。那我原本想着说这个游戏可能会很坑、很花钱，没有想到玩了一阵子之后玩上瘾了。OK， 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这个游戏它是属于策略游戏吧，但是它是属于比较迷你型的策略游戏，就它的玩法跟我们一般玩的策略游戏有点不太一样，你们可以理解为是塔防的游戏啦。就是在这个游戏中，你是需要设置齿轮的，然后每到了一段时间，它就会跳出这些卡片。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你看这边的进度条，它会显示你需要击败多少的怪物之后，它才会跳出这些卡片，然后你就根据这些卡片所给的提升来选择。像这边提升最高就是15%嘛，那我没有理由跑去选择一个5%的提升嘛，所以你可以看你需要什么增益，然后就选择。所以这边就会比较考验，就是你怎样去摆放你的齿轮。像每隔了一段时间打完了怪之后，就是这边显示的数目你全部归回0之后，它就会跳出这个界面，需要你去刷新你的那个齿轮，你就可以选择放在哪一个位置。但是你们不要学那个系统教你的摆放方式啦，其实你放了一个在这边，再放另外一个在这边会比较合适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这个转动的部分呢，它转了下面，但是这边没有一个齿轮带动你上面的卡，最主要就是带动你上面这个卡片，给它释放伤害，给它释放技能。所以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，你就放在这个齿轮旁边，这样子它转了一次之后会推动这边转一次，然后上到来这里的时候又再转一次，就会有转2次的效果。当然你们也可以拿来合并了，就很像拿这个卡片跟这个合在一起，它就会变成2等级，变成紫色，紫色之后变成黄色，黄色之后就变成红色。当然要接着放的话就可以放在这边，但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啦。如果你们想要收益快一点的话，等一下有多一个齿轮的时候，你就放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这里，这样子它转周围的时候，你这边会转动的比较快，同时带动其他的齿轮，其他的卡片也会跟着释放技能，它的效益会比较高一点。当然它每次出现的卡片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啊，你们可以看自己有什么需求。就比方说现在它这里是有提升2个我不同卡片的伤害，这里它有一个快捷的方式给你们查看，就是它会显示说你有多少张这个卡片。就比方说你这个狐狸有1个，然后你的乌鸦有1个，就看你哪一个你比较多，你就可以选哪一个。假设说这个狐狸我可能有3个的话，我就会选择这个。但现在的情况就是我比较缺水晶，水晶是拿来干嘛？就是你可以一直去刷新你的卡片，拿到更加多的齿轮，摆满你整个界面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水晶我会比较需要一点，所以我就选水晶，就是根据你现在的需求来去看了。然后你这个塔防的部分呢，只要你城堡这边的进度条被打光之后，你就会输掉了。那这里它就有给你选择了，你要增加它的伤害呢，还是你要把1阶的英雄升至2阶？1阶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蓝色的部分，蓝色变紫色，紫色变黄色，黄色变红色嘛。那我现在只有1个而已，我觉得提升的话就没有太大的效益。反正我选择了这些伤害之后，如果我抽到同样的卡片，也就是乌鸦或者是狐狸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提升这些伤害。所以你们就要看哪一个比较重要。这个是10%的概率造成击退效果，这个是子弹穿透加1，伤害减少40%，这个会比较重要一点，所以我就选择那个。OK， 现在我就有60个水晶了，我就可以刷新2次，一次我就先放在这里，那它转了这边再转这边，它就会带动嘛，这边转1次的时候带动这里，带动这里，转动的时候也会带动这里这里这里。所以如果你们要快的话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全部周围放，又或者是你们可以根据这边的速度来看，假设说越慢的话，它这边的那个速度就会比较少一点。比方说这边是28，如果我这边放了2个齿轮，它就会变成33了，看到吗？就会比较快一点。当然如果你们要更快的话，你们可以把这个1等级的齿轮合在一起变成2等级，这样它就可以转得更快。那你们设置好之后也是一样，开启战斗，这样子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齿轮会转得比较快一点，他们释放技能也比
比之前还要更快了。那它这边卡片会出现不一样啊，你们也是一样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。像它这边就随机把我一个1阶的英雄换成提升多1阶，就是变成2阶变成紫色的意思啦。这个是下一次会出现一个2阶的英雄齿轮，这个就是提升伤害。这边就像我所说的，它就会显示说你现在有多少张类似的卡片，所以我可以选择这个，因为我现在比较多那个狐狸的嘛。这种就是小 boss 精英怪，那它大 boss 出来的时候就会很大只啊，就会换不同的音乐了。OK， 把它给打死之后，它就出现这个许愿池。这个许愿池一般都会出现紫色的英雄，但如果你抽到3个异样的话，它就会出现变成红色的；如果2个异样就会变成黄色的；如果只有1个，它就会出现一个紫色的。那像我出现3个，它就会给我红色的，看到吗？你们可以选择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变成2，然后这个拿走，然后放在中间，看到吗？它就会变快一点点了。然后你可以继续刷新，这里34、36，因为你变成2了，然后这里再加上去，这个拿走，这个放下来，变39了，越来越快了。所以你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慢慢去玩。基本上它的玩法就是大同小异，但是有时候它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提升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更快捷去看你的场上的卡片有什么，你的齿轮有什么，你可以按暂停，然后这里就会有写到你这个关卡的特性，物理系英雄对敌人造成伤害提升30%，所以你需要多一些普攻的统帅去打这一关。然后技能方面有什么东西也是可以查看，他们有什么专属的技能，这里也可以点开。当然你在选择你的英雄，就是你编辑你的部队的时候都已经可以看了的啦。伤害统计这里也是可以看，谁的输出比较高。那普通攻击伤害的话，其实是这个乌鸦会比较多一点啊，所以你们之后提升的话可以提升这个乌鸦。但是打首领方面呢，就是这个狐狸打的会比较多一点，它的伤害。所以这个猴子可能是刚出现的关系啊，所以就没有多少输出。那我们可以继续刷新哦，现在才出现猴子，我还以为猴子一早就出现了。然后你这个同样变成2了之后，才可以把这个2给合并。你不能在1的时候把它给合并，一定要一样的时候，这样子就转得越来越快了，然后再继续战斗。像这个音乐出现的时候，就是你们打那种大 boss 的时候了。像它这个卡片其实就蛮好的，把所有场上1阶的英雄全部升为2阶，就是讲它会把这些蓝色的全部都变成2等级。你可以选择这个，对我来讲这个卡片算是蛮强的。如果你场上有很多蓝色的齿轮，假设说你一个都没有，或者是只有1个的话，就是不太值得啦。全部英雄提升10%的攻击，这个就是这个关卡的大 boss 了。那当然这个是因为一开始玩的关系啊，所以这个大 boss 其实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杀伤力，我已经玩到后期了。那这个游戏其实没有需要太多氪金的元素了，就是轻松玩，你们有时间就稍微玩一下的那种休闲游戏。当然它会比较多广告啦，就是如果你们想要拿比较多的奖励的话，就可以选择观看广告去拿到双倍奖励。但一般来讲它是不会突然之间跳广告出来的，就是你要自己手动去点击才会有广告。这个相信也是这款游戏的收入来源之一吧，就是它不是完全的靠你需要花钱去氪金拿到这些卡片来赚钱，它多数还是通过双倍奖励啊、观看广告这些。因为我看到它这个召唤的部分的时候，我一开始以为啊，它一定是要我花大钱去抽这些卡片，但是我其实已经玩到后期了，我发现到我那些好的卡几乎是没有花钱就拿到的。不过当然的，它还是会跳出一些需要问你要不要花钱的界面啊，你们可以选择略过就行了。那现在我玩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在想着说会不会有可能我可以去找其他玩家一起玩啊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如果它可以设置成就是可以跟朋友一起玩的话，会比较有趣一点。那现在我这边是已经有5个金色的那个英雄了，但是我是完全1分钱都没有花，就是纯靠运气去抽的。但基本上如果你一直有长期玩啊，每天玩的话，你都会拿到这个召唤石，那就可以去召唤，有机会可以开到一些金色的。但是显然今天运气不是很好啊，没有拿到什么金色的。然后英雄这边呢，你们可以自己查看，可以去培养装备，
级，也可以提升等级。它后面还有一个合体，就是看你有什么卡片可以合成。它这边还有合成的图鉴，你有什么卡片可以合成哪一个？但是它是有要求啊，就是你必须要到4阶的时候4+4才可以变成这个，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。你要进化成这些，有比较强吗？还会有个麻痹的效果，造成180%的攻击力、电系伤害，并施加2秒感电，受到的电系伤害提升30%，感觉还蛮强的。它现在原本是什么？哦，造成300的攻击力、电系伤害，但是它是有15%的概率了，它这个没有像这个这么厉害。我就讲它合体了之后会比较强一点了。像我现在玩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注意看我那个战斗，我齿轮上面它会多出了很多东西，就比方说像它这边就会有一个1.5倍的加速，你要怎样把你这个齿轮慢慢连接到这边呢？就是很考验你的那个摆法，你的策略要如何去放。当然它这边还是有很多那种小技巧啊，或者是 pebble 啊，就是你可以一直去看广告拿到这些卡牌，又可以刷新。所以我就跟你们讲，主要它的收入来源呢，其实就是看广告的部分。当然如果你不想要看广告的话，也可以选择去购买，然后直接把它那个广告给消失掉，弄不见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是一般玩休闲玩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必要嘛。那这里的摆法你们就可以看一下，你是想要用这个方式呢，还是你想要那个1.5倍？因为其实我这边的卡牌是足够放到那边去的，但是它那个速度就会慢很多。就算它这边1.5倍也好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这边如果我放上去的话，我的速度相差多少？这边是59、64，但是我如果摆在这边，你看它的提升反而变慢了。这边卡片你就可以慢慢看哦，因为你不同的英雄它出现的一些提升也会不一样。像我现在是已经玩到后期了，你们可以看到我那个攻击速度有多快了。它是可以加速啦2倍啊，但是你可以看到，就算是放1倍的那个速度也好，也是非常快。然后这个就是我打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的大 boss， 当然没有走到我的面前，我还没有看到他的全貌就已经被我打死了。当然还没有结束战斗啦，要打到10才可以。OK， 我已经来到最后啦，这个就是我最后的摆放方式啦，看能不能打败最后的大 boss。音乐会换掉，基本上我现在攻击的那个方式是很快啊。那么到了最后一个关卡，其实你没有必要再拿水晶了，你的水晶是已经足够了的，所以你可以选择说把你其中一个英雄齿轮提升多一个等级，但是它有一个风险，它有可能提升到蓝色的。那我觉得这边3个卡片里面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这个蜘蛛网吧，可以让敌方的移动速度减缓，那就可以选择这个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刷新啦，如果没有一个卡片是你喜欢的话，那敌方的大 boss 来了，哇，这个大 boss 还有护盾呢，就有攻击他的时候他会开启护盾，但是他的护盾应该是有个 CD 事件的，不会这么快，他就这样子被我打死了。这么简单的吗？这么容易的吗？它通常是要到最后一个关卡才会比较难一点啊，就是你这边有出现1、2、3、4、5嘛，通常是到了第5关会比较难一点。那这个关卡就比较有意思了，你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它会出现这种-3的齿轮，所以出现这种齿轮的时候，你旁边要放的其他齿轮呢，就是要跟它对等了。像它这边-3嘛，你这边就可能要放3的齿轮，让它的转速比较平均一点，因为它-3的话，它会放缓你那个速度。像这边原本我拿走这个齿轮，这边就变成28嘛，但是我放这边，你看它跟我减成17了。所以一开始你们不要碰到这种有-3的齿轮，可以放在其他地方。像那边出现一个新的齿轮呢，是之前我没有出现过的，不能移动，连接上后累积进度可获得100水晶，取得后齿轮会自动破碎哦，所以就是蛮有趣的啊。你要看你自己的摆放方法要怎样去获得，然后你不确定这个齿轮是拿来干嘛的，你就可以点击查看。那你可以玩多少次，取决于你这边的那个体力还有多少。那你体力越多的话，就可以一直去玩下去了。如果你的体力用完的话，那你就等迟一点哦，可能明天或者是几个小时之后。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下载来玩啊。但是这个影片我是没有收广告什么啦，就纯属分享给大家而已，没有业配，没有业配哦，还可以自己选择哦，还有这样子的东西啊。它是拿碎片还是什么吗？哇，这个孙悟空好像很厉害哦，黑大圣了，拿这个好了。确定哇，这样我就多一个卡片了吗？真的拿到了吗？哇，真的拿到
到诶，哇，提升了，我就可以把我其中一个卡片换掉，蜘蛛是紫色的，可以把它换成金色啊！哇，这样我就整排都是金色的那个英雄了，哇！我刚刚抽卡又抽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又可以合体了，哇，太良心了吧！真的是不需要花钱就可以玩了这个游戏。刚抽到一个金色之后，后面就没有再出了。哇，这样我很纠结哦，是选那种有合体的会比较好一点吧。我可以把那个蜥蜴跟这个牛合在一起，所以我选卡的话，我就要保留我的蜥蜴。那我就把那个地鼠给换掉好了，地鼠换掉，选这个牛了。这样我在那个战斗的过程中就可以把它升级了，可以合体了，因为我的等级升够了。所以这边选卡也是很重要哦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。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，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下载来玩啊，只是纯属觉得好玩所以就分享给大家。OK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